大家好，我是 Chief Papa 张志云。今天是2022年的2月22号。Earlier today 啊，今天早一点的时候啊，在俄罗斯的星期一的凌晨2月21号的凌晨的时候，普丁正式宣布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分裂国家独立，而且呢，他已经派遣了俄国的军队进入了乌克兰，也简单来说呢，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啊。那世界对俄罗斯的反应呢是马上很大的啊，美国和欧盟呢都会有相继的制裁会出来，股票市场呢也是马上有震荡啊。今天早上恒生指数就已经跌了700多点啊。那美股昨天是 Washington Day， 所以是没有开市，那相信今天晚上开市的话，也会有一个很大的震荡。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个突发的事情发生了之后，我们能做什么啊？如果不能做什么，又有什么可以学到的啊？那第一点呢，大家看到啊，其实我在9个星期前呢，在我的直播里面呢已经讲过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黑天鹅，我们是预计不到的啊。像这一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虽然之前我也已经有做过这个预测，有这个可能性，对吧？或者是其他的黑天鹅，我们虽然是预测不到，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做准备的啊。所以我9个礼拜之前呢，就已经告诉大家有这些不同的黑天鹅的可能性，没有发生之前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啊。所以第一个如果现在已经是 too late 股票跌了这么多的话，那我们学到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在没有发生事情之前就已经要想到，如果是最坏的事情发生的话，我们能不能度过这个危机啊 ？We pray for the best, we prepare for the worst。我们祈祷世界是美好的、和平的，但是我们也要为最坏的事情做打算啊！所以千万不要借钱来投资，投资的都是要用一些闲钱，这样的话，就算有这些危机发生了，起码在我们心里面压力没有那么大，资金不等的话，我们还是能够度过这个严冬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给大家总结我学到的东西啊。第二呢，那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呢，会对世界有什么改变呢？之前我也拍过一个，在这个可能性预测的时候啊，我也拍过一个，就是说石油的价格会上涨，因为俄罗斯是一个很大的石油输出国啊，它还有很多的天然气的输出国。那如果美国和欧洲要制裁俄罗斯的话，那第一个可能会是一个经济的制裁，在这个时候石油的价格和天然气的价格肯定会飙升啊！这在我几个礼拜前的一个视频里面已经给大家分析过。那现在油价其实已经开始涨上去了，在这个情况下，我个人对于中海油这一只股票在香港上市的股票，觉得它还是落后的啊，相对来说还是有它的投资价值的。大家如果没有看过那个视频的话，可以回去看一下 ，OK？ 那好了，除了石油之外呢，今天我们也看到啊，黄金已经到了1912块一个盎司，美金一个盎司了啊，那白银呢也到了24.22美金一个盎司啊。那如果是一个紧张的环境底下，俄罗斯也是一个产金的国家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世界动荡的时候，人家还是希望有一点实体的黄金这样的实体的货币来做一个储备，所以这也对黄金有一个正面的支持啊。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美元指数今天也涨了一点点，涨到了96.22啊。当世界动荡的时候，人家觉得美元还是一个避险的地方啊，所以大家都买美国的资产，特别是可能是美国的国债等等啊。所以呢，美元也是有个支持啊。这个对美国现在通胀失控的情况下来说，有一点点好的帮助，因为美元贵了之后可能他们的通胀不用涨得那么多啊，但是现在美国的通胀也是非常的严峻的。那好了，在这个情况下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反而
股票市场会跌呢？其实我觉得呢，第一个人是会有恐惧的，在恐惧的时候，觉得股票是一个比较风险大的资产会抛售不排除现在有一个恐慌性的抛售第二个那当然我觉得这个会对美国的一些公司影响会更大对哪些公司呢？就是有全球业务的，甚至是有业务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那这些跨国性的企业的话不排除他们的股价会有一个波动那当然第三个在整体的股票市场来看了美股去年是涨了很多了它是需要个理由来做一个调整那我觉得呢，如果美股开市之后跌的话我不会太惊讶因为这个市场的恐慌情绪也是影响股价的其中一个因素那如果你现在手头上还有股票的来不及抛售的话，那我觉得呢你也不用那么惊慌因为这个消息呢已经发生了，对吧某个程度上在股价马上已经是上一次我给大家讲过 fully price in 已经是反映在股价里面了我们要学会如何去应对这些黑天鹅突发的事情，做下一次准备，但这一次我觉得可能已经是 too late那好了，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事情继续发展下去的话真正的开火的话到现在为止还没开火我个人觉得开火的这个可能性还是不大的，因为真的开火的话如果是俄罗斯跟欧美介入的话，那俄罗斯有核弹的欧美也有核弹的，真的是可能世界大战又开始了还有就是开战的时候也有可能中国的台海这个局势也会更紧张，也有可能会有一些意外的事情发生当然如果这些事情再发生的话，那当然这个股票市场就会更糟糕所以我们这一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发生了我们已经 too late 了，已经 price in 了，但是我们要为下一个连续反应的骨牌效应反应的这些黑天鹅做上一个准备。所以如果现在你还有借钱的话，或者是重仓买了好多股票的话，那可能在现在要减持一下了那在这个情况下很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会叫stagnation 滞胀。什么叫滞胀呢？就是经济不太好，我们看到现在的 Omicron 还是在全世界非常的猖狂很多人的生活受了影响，对经济的打击会是更大的At the same time， 同时呢，石油价格涨价了，也会导致整体的通胀再一次的上涨在这个通胀上涨的时候，经济不好的时候，这就发生了我们所叫的 stagnation 滞胀了上一次这个滞胀发生的时候是70年代，当时是石油危机，也是触发了 stagnation。在那个年代，黄金的表现就非常好了所以呢，下一次我会制作一个在我们看好黄金的情况下有什么投资工具可以考虑，所以大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那就会第一时间收到我上载的视频了。那大家可以在留言区留个言，你对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有什么看法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之前我对美股的判断的话，也可以看回我之前拍的几个视频，好吧，我们下次再见。